我在写商用 email 的时候会掌握3个原则：简洁、礼貌，还有专业。而且你要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Hi Barbie ，Hi Ken，Hello Barbie，Hello Ken。Dear boss 呢？没有哦，Dear boss 是错的哦，这是错的文法哦。可是很多台湾人都会误用。Hello， 大家好，我是妙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未来的这几集呢，我会分享一系列跟商用 email 的写作教学，也会提供免费的 PDF 范本。如果你对 email 写作有兴趣的话，请一定要持续锁定我的频道。我跟你们说，这一集真的是快要被观众敲碗敲破了，恭喜你们敲碗成功！我之前有一份工作是在外商银行担任主管的特助，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在穿着 Prada 恶魔里面安海瑟薇的角色。我必须要十项全能，样样精通，八面玲珑。一天收到超过100封 email 是正常的，不管是对上对下、对内对外，我都会联系到，所以就练就了我一生可以精准快速地完成一封专业 email 的能力。我在写商用 email 的时候会掌握3个原则：简洁、礼貌，还有专业。而且你要会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例如说，对上面的主管你要恭敬有礼；那对于年纪相近的同事呢，你就可以轻松带点幽默。不过讲到商业 email， 这真的是一个很博大精深的学问。可能在1集之内会讲不完，所以我决定把这一系列的主题拆成3集。第1集我会介绍 email 的基本格式和架构，那第2集呢，我会进一步探讨内文该怎么写。那第3集呢，我会分享一些 email 的基本礼仪。在每一支影片下方的描述栏，我也会免费提供一份关于这一支影片的重点摘要，或者是 email 范本的 PDF 档，欢迎大家踊跃索取。Okay, so let's dive into today's topic. Email 的基本格式和架构 ，Let's go! OK， 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一封完整的 email 它长什么样子。它长这个样子。对，这算是一封很正式、很完整的 email 啦。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封信哦。首先，第一个栏位最上面那个栏位的 to 啊，后面接的是它的 recipient，or we call it receiver， 也就是收件者的意思。有时候我们会把这封信 CC 给别人，这 CC 是 carbon copy 的缩写，也就是副本的意思。那下面呢还有一个 BCC。Blind carbon copy， 也就是密件副本。如果有任何附件或副本的话，我们会称它为 attachment 或 enclosure。再往下呢是这一篇 email 的 subject， 也就是主旨。好，那上面的部分我们看完了，再来我们看到，也就是我们的 body of email 信件主文。首先呢，这个内文它会从 salutation， 也就是称谓语开始。那再往下移动呢，就是 body of email， 也就是你这一篇信的主文，你想要传达的东西。然后再来是 complementary clause， 你的结尾敬语。最后加上你的 signature 署名 ，job position or job title 就是你的职称 ，company name 公司名称 ，company address 公司地址 ，company telephone number 公司电话，然后最后是 company fax number 公司传真，然后最后你可以加上你的 contact information 联络资料，或者是 company website address。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可能还会再加一个 company logo， 就是公司的 you know logo right 。首先，第一个栏位 receiver 或者是 recipient， 这指的是它的收件者。那它跟纸本的信件差别在于，纸本的信件你可能在上面要放称谓，可是，在 email 不用，你只要输入这个 email 就好。那如果是你比较常用的收件人，你可能只要输入他名字的开头，它可能就会自动出现它的 email， 你就可以直接选取。非常方便。第2点 ，CC 也就是 carbon copy 的缩写。如果你想要把这封信寄给某一个人，同时又想要让其他人知道这一封信，例如说你的主管啊、你的团队成员知道这件事情的进展，你就可以把他们 CC 进来。被 CC 在里面的成员呢，如果对于这一个他们在讨论的议题也有意见的话，也可以直接回信给这一个 group 里面的人。好，然后下一点 BCC。Blind carbon copy， 它意思是密件副本，意思是当你寄给这个 BCC 的这个人的时候呢，
他是别人是不知道他的存在的，对，他就可以看到这一封信，但是其他人不会知道他的存在。这边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假设你是在这个 BCC 的名单，建议不要回信，因为他就是不想要让你被别人知道。那你一回信的话，事情就别扛了嘛，你就会被别人知道了。下一点 attachment 或 enclosure， 好，这就是当你在寄一封信，你想要提供更详细的资讯的时候，你可以夹带你想要夹带的档案。那这里要注意的是，你在寄出之前，你一定要确定你寄出的是正确的档案。那如果是关于有机敏资料或者是个资的文件呢，建议会用密码加密，然后再用第二封信或者是口头或电话去告知收件人这个 attachment 的密码。那除此之外呢，通常 attachment 通常都是有可能会带一些恶意的病毒，所以当你在点开一个 attachment 之前呢，建议可以 scan 一下，就是可以装扫毒软体去扫一下这个 attachment 是不是安全的。Subject 主旨就是让你的收件者一目了然，你整篇文章想要表达什么。它就像是报纸的头条或者是作文题目，别人一看就知道哦，你这封信是关于什么的。你在下标题的时候呢，建议要简明扼要，因为大家都很忙。大家看到你的 email， 如果他觉得它是一个跟我无关的东西，他可能就会不点开，忽略它。所以你要清楚楚的写出你想要干嘛。如果你的标题够清楚的话，你就可以提升你的工作效率。那在写标题，我通常都会这样写，在前面用一个中括号或大括号来表示这一篇 email 是关于什么，那后面是关于它 specific 的 detail。我这边可以提供几个 subject 的范例，例如说 price list,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request for catalogs, agenda for the meeting, customer mailing list, conflict of interest.Sales policy, sick leave, vacation reques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xhibition, cover letter of manager。以上我举的几个例子是比较偏商务类的，那可能会有人问，那有没有比较生活类的呢？有，这边我可以提供几个生活类的范例，像是 Lunch on Monday, can we meet next Tuesday? We will arrive in Taipei on August 20th.Hope you get better soon. Job offer letter or offer of employment letter.Letter of recommendation。那有时候我们会在主旨栏看到 RE， 那这 RE 然后再冒号，这指的是 reply 的意思，意思是当你寄出一封信，有人回复了，这就是他 reply 了你的信件。那如果是 FW 呢？FW 则是 forward 的意思。当你寄出一封信件，然后有人把它 forward 给其他人，把它转寄给其他人，让其他人也可以看到这一封信。下一点是 salutation， 也就是称谓语。称谓语它通常会放在一封信它的主文的开头，例如说 Dear David。or Dear May 来称呼这一个 recipient。如果是正式的书信往来呢，我们通常会用 Dear 来做开头，后面直接加人名。但是近年来呢，因为 email 有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年轻的趋势，所以也可能会用比较简单的 Hi 或 Hello 加人名来做开头。例如说 Hi Barbie，Hi Ken，Hello Barbie，Hello Ken。最近看 Barbie， 然后常被 Barbie 的名洗脑。如果你是用 Hi 或 Hello， 看起来会比较年轻有活力。当你在讲 Dear Sir and Madam 的时候，指的就是公司全体同仁。那如果你是讲 Dear Sir， 那就是指当你不知道这个男士的名字是什么时候，你就可以用 Dear Sir。然后，如果你是对象是一个女生，你不知道她的名字，可以用 Dear Maiden。但是如果是用 Dear Maiden 这个字的话，我觉得要小心一点，因为有些女生可能会觉得忌讳，尤其是年轻女生，她们可能会觉得 Maiden， 我有那么老吗？所以这个字要慎用。再来下面一组4个，我要一起讲 Dear Mr. Chen，Dear Mrs. Lim，Dear Miss Lim。Dear Miss Lim 这几个，首先这几个前面有加 Mr、Mrs、Miss 或是 Miss， 这几个通常会给人一种比较遥远、比较疏远的感觉，所以我个人是不太会用到他们，除非他们真的是在业界令人非常尊敬的对象，例如说 Dear Mr. Gates， 如果对象是 Bill Gates 的话。对，然后我对公司的主管基本上也就是 Dear 加主管的名字，然后我不会再加 Mr 或 Mrs。No， 对，可是真的有一些状况是很正式，然后你要用到这几个字。Mr 对象就是男性
Dear Mrs. Lin， 这个 Mrs 指的就是已婚的女性。Dear Miss Lin， 这个 Miss 对它的发音是 s， 对，这指的就是未婚的女性。那如果是最后一个 Dear Miss， 这就是你不知道她是未婚或已婚。如果你不确定这一个女生她有没有结婚，但是她看起来就是有点位高权重，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地位，建议还是都用 Miss 这个字会比较 safe 一点。不过还是回到我们整个核心概念，当我们用 Mr. 或 Mrs. 这几个字的时候，都会让人觉得可能难免有点疏远。所以如果你想要让收件人觉得跟你比较 close 一点的话，你可以直接用 Hi 或 Hello， 然后加名字。下一点 ，Ladies and Gentlemen，Well，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和先生们，这一个就是当你要发信给一大群人的时候，然后你没有特定的对象，可能是你要举办那个活动，然后这个活动就是会有很多男生女生来，然后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 To whom it may concern， 它也是不特定对象的男士或女士，可是就是它会有一点差别，在于 To whom it may concern 就好像是有点冷冰冰的，所以我通常都是会在比较严肃的书信的时候会用 To whom it may concern。那如果是想要创造出一些温暖的氛围的话，就是用 Ladies and Gentlemen。还有一种状况是，例如 Dear Project Managers， 也就是当你的对象不止一个人的时候，你是要发信请这些 Project Managers 一起来讨论这个议题。下一个 Dear O 或 Hi O， 就是一样是指所有人，包括在这一封信里面的所有收件者。那这个 O 就可以包罗万象啦，不管是你的 team member， 或者是你的上司，或者是任何你想要让对方知道的这一个人，就是统称 Dear O 跟 Hi O， 这个就显得稍微随性一点的。如果你想要增进你写信的效率的话 ，Dear O。Hi O， 那你可能会问老师啊，有没有可能我写信的对象就只有2个人，刚刚好就是2个人？来，有，你一定听过 both 或者是 Hi both， 那有没有 Dear both 呢？没有哦。Dear both 是错的哦，这是错的文法哦。可是很多台湾人都会误用，虽然我们都看得懂啦，可是对于外国人而言，基本上来说，这是一个 I don't know， 就是一个错误的文法。所以你要写信给2个人的时候，第一种 both， 第二个 Hi both， 就这2种。再我要介绍的最后一个，也是我最常用的 Hi everyone。就是一样，当你的对象不止一个人，可能有非常多人，而且这个语气就是非常轻松、非常平易近人，看起来你比较 friendly and approachable。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信件的末端，也就是 complimentary close 结尾敬语。通常我们在写 email 的结尾的地方呢，可能会加上我们的祝福语或者是问候语来表示我们的礼貌。那这个 complimentary close 可以加逗点，也可以不加，但是基本上加了会比较常见。例如说 sincerely yours 逗点，或者是 sincerely yours。然后讲到结尾的敬语，它真的是有非常多种可能，真的是要看人说话。我会把它分成3种，一种是可能比较正式的，需要给多一点 respect 的，然后还有是比较一般的。然后另外一种是比较轻松的，跟比较熟的同事的，我会分成3个部分来介绍。如果是像 Dear Sir and Madam，Ladies and Gentlemen， 或者是 To whom it may concern 这一种看起来稍微正式一点的开头啊，我就会搭配比较正式一点的结尾。例如说 Very truly yours，Truly yours，Yours truly， 或者是 Sincerely yours，Yours sincerely，Faithfully yours。Yours faithfully, respectfully, respectfully yours, yours respectfully， 这几种看起来是稍微正式一点的结尾敬语。那如果是对于一般的、普通的那一种，我大部分都是用 best regards 或者是纯粹 regards。那这里要注意的是，很多人会犯的错是 regard 要小写，大写就错喽。best regards， 然后或者是 best wishes， 有人则是会写 warm regards。Warmest regards， 或者是 sincere regards。你可能会问有没有一些结尾敬语是可以给比较熟的同事，就是你们介于同事跟朋友之间，就是你们已经很熟了的结尾敬语，这种就可以很 free 啊。例如说 take care, all the best, continue success。如果是我写给比较要好的女性同事的话，我可能会写 love,
或者是 with love。如果是写给年轻的后辈，我希望他们可以工作顺利，我就会写 cheers 或者是 good luck。那如果你只是想要顺顺的结束这一个对话，你就可以写 bye for now。那如果你只是想要保持个礼貌啊，希望对方可以有个美好的一天，你可以写 have a nice day, have a good day, have a wonderful day。以上是我们的 complimentary close。最后一个部分 signature and information。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拆分成2个环节来说，一个是简易署名，另外一个是正式署名。那一个简易署名，因为像是我跟公司内部的同事，可能我们都已经很熟了，知道彼此是谁。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我可能就会写 best regards， 然后我的名字 Hermione Lin， 然后就结束这封信。这是简易署名。那正式署名就不一样喽。如果是正式署名的话，下面就要附上你的 information。那这些 information 会包含什么东西呢？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它可能会包含你的 job title。这里举的例子是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yeah，like company name， 公司名称。这里我举了一个例子是政治 University， 政大 ，you know。然后 company address， 公司的地址 ，company telephone number， 公司的电话 ，company fax number。现在比较少人在用传真，但还是会有一些比较传统或者是大的公司会有在用，所以如果有 fax number 的话，也可以附在这边。最后是 contact information， 你可以在这里放你的 email 或者是你的 phone number， 可以让对方找到你的方式。然后最后 company website address。公司的网站，这个我觉得可放可不放啦。其实 you know， 就是客户已经跟你 keep in touch， 所以他应该会知道你这个公司的来历。但如果你想要让它更 complete 一点的话，我是觉得可以放上去。然后另外一个我会再额外放上去，可能是公司的 logo， 让这封信看起来更 fancy， 看起来更正式一点。以上我介绍是一个超正式、超完整的 signature and information。当然，你可以视你的个人需求来简化这一个 information， 例如像这样，还有这样，还有这样。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如果你需要我们今天这一集的重点整理以及 template， 可以点击下方的链接来免费索取。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呢，我会更进一步的介绍 body of email， 也就是信件中间的肉，它的本体要怎么写。所以，如果你对我的内容有兴趣的话，请记得一定要锁定我频道。我是妙丽。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别忘了按赞、留言、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以后的内容。今天就这样啦，拜拜。